你敢信嗎？太陽拽月球的力氣居然是地球的 2.2 倍。那為啥月球還老老實實的繞着地球轉，沒被太陽這個超級引力源拐走呢？今天這個問題絕對能刷新你對宇宙的認知。讓我們先從這個驚人的事實開始。太陽對月球的引力真的比地球大得多，這不是我瞎說的，這是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白紙黑字告訴我們的。咱們可以來做一道簡單的初中物理題。萬有引力公式是 F 等於 G 乘大 M 乘小 m 除以 r 的平方，其中 G 是引力常數，大 M 和小 m 是两個天體的质量， r 是它們之間的距離。根據 NASA 最新公布的數据，太陽的质量大約是 1.989 乘10的34方千克，地球質量是 5.972 乘10的24次方千克，而我们的小月亮質量是 7.349 乘10的22次方千克。再看距離，月球到地球的平均距離大約是 38.44 萬公里，也就是 3.844 乘10的8次方米。而月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基本上就等於日地平均距離，大約是 1.496 億公里，也就是 1.496 乘10的11次方米。好，所有數据都齊了，我們把它們代入公式，算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呢？太陽對月球的引力大約是 4.36 乘10的20次方牛頓，而地球對月球的引力大約是 1.98 乘10的20次方牛頓。看到了嗎？4.36 对 1.98， 太陽對月球的引力確實是地球的2倍還多，精確點說是 2.2 倍。這個數字一出來，問題就變得更有趣了。這就好比月球同時被2隻手拉着，一隻來自太陽，力量是 4.36 個單位，另一隻來自地球，力量只有 1.98 個單位。按照我們的生活經驗，月球不應該早就被太陽那隻更有力的手給拽過去，成為一顆圍繞太陽旋轉的小行星，跟地球說拜拜了嗎？為什麼它還如此忠誠地待在地球身邊，一圈一圈地繞着我們轉了幾十億年呢？要理解這個現象，我們首先要擺脫一個思維誤區，那就是把引力想象成一場靜態的拔河比賽。在宇宙空間裡，天體的運動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動態的關於速度和軌道的複雜舞蹈。太陽的引力確實巨大，但它不僅僅作用於月球，它同樣也作用於地球。實際上，整個地月系統可以看作是一個整體，被太陽巨大的引力牢牢鎖住，一起圍繞着太陽進行公轉。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和你的小狗都在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艦上，航母在海上航行，而你的小狗正歡快地繞着你跑圈。航母太陽的巨大動力驅動着你和小狗、地球和月球一起前進，但這並不妨礙你的小狗月球繼續以你地球為中心進行它自己的小範圍運動。太陽的引力主要扮演了那個提供向心力的角色，讓整個地月系統能夠穩定地保持在圍繞太陽公轉的軌道上，而不是一頭扎進太陽的火海，或者脫離太陽系飛向無盡的深空。所以，問題的關鍵從太陽和地球誰更能拉住月球，變成了在太陽的巨大引力背景下，地球是如何留住月球的。這裡我們就要引入一個更精確也更有趣的概念，叫做希爾球 Hiosphere， 或者叫引力影響範圍。這個概念是由美國天文學家喬治·希爾提出的。他描述的是，在一個大質量天體，比如太陽的引力場中，一個小質量天體，比如地球，能夠保持其衛星，比如月球穩定運行的勢力範圍。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地球在太陽系裡撐開的一把引力保護傘。只要月球待在這把傘下面，它就主要聽地球的調遣，地球就能主導它的運動軌跡，讓它乖乖地繞着自己轉。那麼，地球這把引力保護傘有多大呢？這個範圍的邊界其實就和我們經常聽到的另一個高大上的名詞拉格朗日點有關。在一個由2個大天體如太陽和地球組成的系統中，存在5個特殊的點。在這5個點上，一個小物體如探測器或月球所受到的2個大天體的引力和離心力能夠達到平衡，從而可以與較小的那個大天體地球保持相對靜止，同步繞着最大的天體太陽公轉。這5個點就是拉格朗日點，分別標記為 L1 到 L5， 其中 L1 點位於日地連線上，在地球內側 ；L2 點也位於日地連線上，但在地球外側。对於日地系統來說
L1 和 L2 點距離地球大約都是150萬公里。這個150萬公里就大致定義了地球引力保護傘的半徑。任何進入這個半徑150萬公里的球形空間內的物體，都會被地球的引力所主導。只要它的速度和方向合適，它就會成為地球的衛星，而不是被太陽直接俘獲。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月球。月球離我們有多遠呢？平均距離是38.44萬公里，最遠的時候遠地點也只有大約40.5萬公里。這個距離遠遠小於150萬公里的希爾球半徑，連1/3都不到。所以月球其實是穩穩地處在地球的引力保護傘深處，地球對它的控制力是相當強的。雖然太陽在遠處用更大的力拉着整個地月系統，但在地球的這個1畝3分地裡，地球的引力變化梯度更大，更能有效地束縛住月球。你可以這麼理解，太陽的引力像一個覆蓋全國的強度均勻的磁場，而地球的引力則像一塊靠近月球的吸力很強的磁鐵。雖然整個磁場的力量遠大於這塊小磁鐵，但對於緊挨着磁鐵的月球來說，小磁鐵對它施加的差異化的力、潮汐力和近距離的控制力，才是決定它局部運動的關鍵。所以整個故事的全貌是這樣的，月球實際上是在跟着地球一起，以每秒約30公里的速度，風馳電掣般的圍繞太陽公轉。在這個宏大的公轉軌道上，月球又以每秒約1公里的速度，悠閒地圍繞着地球這個小中心轉圈。太陽的巨大引力提供了讓地月系統保持公轉的向心力，而地球則在自己的引力影響範圍內，為月球提供了一個穩定、舒適的運行環境。兩者並非拔河的對手，而是一種巧妙的多層次的動態平衡。月球並沒有選擇地球而背叛太陽，它實際上同時忠於兩者。它既是太陽的孫子，也是地球的兒子。這種和諧的等級關係，正是宇宙天體運行的基本法則之一。說到這裡，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更有趣的問題：既然地球有一個半徑150萬公里的引力保護傘，那我們有沒有可能在這個空間裡再找到一顆天然的第二月亮呢？或者，未來人類有沒有可能把一顆小行星捕獲到這個區域，讓它成為地球的新夥伴？你們覺得這現實嗎？歡迎在評論區留下你的腦洞。其實，天文學家們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理論上，任何進入地球希爾球並且速度、角度都恰到好處的小天體，都有可能被地球捕獲。但這種捕獲通常是不穩定的，它們可能會繞地球幾圈，然後因為太陽或其他行星的引力擾動，再次被踢出去。不過，宇宙之大，無奇不有。近年來，科學家們確實發現了一些被稱為準衛星或迷你月亮的小行星，比如2020 CD3 和2024 PT5。它們會在一段時間內以非常複雜和不規則的軌道伴隨着地球一起繞太陽運行，看起來就像地球的臨時小月亮。但它們的壽命都很短，從幾個月到幾年不等，最終還是會離開。這或許也從另一個側面告訴我們，我們現在擁有的這顆月亮，它的軌道是多麼的穩定和珍貴。它不僅僅是在一個合適的距離上，更擁有一個恰到好處的初始速度和運動方向，這簡直是宇宙級的巧合和幸運。那麼，這種幸運的平衡會永遠持續下去嗎？有沒有可能在遙遠的未來發生什麼變故，導致月球最終還是會離開我們呢？比如，太陽在演化末期變成紅巨星，它的引力範圍和性質都會發生巨大變化。到那時，月球的命運又將如何？這又是一個引人深思的話題。也許我們可以留到下一次再深入探討。所以，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為什麼太陽沒能把月球吸過去？現在我們可以給出一個清晰的答案了。第一，因為月球和地球是一個整體，共同被太陽的引力束缚着，圍繞太陽公轉，太陽的引力主要充當了向心力，而不是搶奪的力。第二，地球擁有一個半徑高達150萬公里的引力影響範圍希爾球，而月球的軌道半徑遠小於這個範圍，它處於地球引力的絕對主導區。第三，月球自身擁有一個完美的初始速度和運動方向，使得它能夠在這個動態平衡的系統中穩定地圍繞地球運轉數十億年。這三點共同造就了我們今天看到的地月相伴的和諧景象。
我們每天抬頭看到的月亮，不僅僅是一盞夜燈，一個詩意的象徵，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關於引力、速度和宇宙秩序的無比精妙的物理學奇蹟。它提醒着我們，宇宙的運行法則往往超越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直覺。下一次當你再看到月亮時，或許可以跟身邊的人分享這個故事。那個看似要把月亮搶走的太陽，其實才是維持它穩定運行的幕後功臣之一。而我們的地球家園，則像一個溫柔而強大的母親，為月球撐起了一片安全的港灣。朋友們，最近我發現了一個非常好用的 APP， 就是一款叫 Himalaya 有聲書 APP， 非常好用，特別適合喜歡聽書的朋友們。它的華語內容十分豐富，天文地理、歷史名著什麼都有，而且都是正版授權。無論在通勤、走路、運動的時候，還是睡覺前，都可以聽一聽，特別 OK。為了感謝朋友們對我頻道的支持，特別向 Himalaya 官方申請了14天 VIP 免費試用，一般用戶只有7天。現在立刻馬上，你只要點擊下方資訊欄的專屬鏈接，就能領取使用名額。你先用14天，如果覺得不合適，卸掉就是不會扣費。如果你覺得還不錯，你就充值繼續用。